像是一些带壳海产啊、鹅啊、蛤蟆之类的啦，过多当然新闻会很旺盛是没错，但是它可能会烦躁、易怒，会容易有攻击性。那大家比较不喜欢看到的，可能会容易秃头。那当然，如果新闻要好的话，你心气罐那边的充血一定要足够。对，那心气罐在哪里？在我们的骨盆里面，所以您骨盆充血一定要好。那简单来说，只要跟脚有关的，能够动到我们的大腿的这些运动都好。但是如果说你要对性功能真的有帮助的话，目前最有实证的话是40几岁、50几岁或60几岁的男性朋友，有没有什么生建议呢？那中年的话，我们比较着重在疏肝解郁的部分。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有关于男性维持男性力，在西医里面认为呢，这跟睾固酮有多少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血液中的睾固酮浓度低于每毫升3mg的话呢，就表示你已经进入了男性更年期。现代医学它将提升睾固酮成为男性延缓老化的趋势，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睾固酮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保持骨骼跟肌肉强壮，制造精子跟保持性欲的功能。但是呢，在中医里面却不见得认为睾固酮是提升男性力的主要方法哟。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解释。另外，造成男性力不佳还有下面几个不良习惯，会造成你有心无力，甚至是提早老化。例如说抖脚，还有呢，超过1点钟还在做的话，就表示你不要命了。还有吃壮阳药，24岁之前有性行为，甚至是戒酒助兴。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刚刚讲的这几点，这个好像还蛮平常的嘛？很多人都会这样做。那为什么这样子做反而会让我们提早老化呢？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呢，请记得看到最后，还要订阅留言，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今天请到的专家是永生中医诊所的吴建东医师，吴医师您好。您好。上次呢，我们跟吴医师谈到了这个男性抗衰老，除了抗衰老以外呢，当然大家关心的这个性功能也会是跟这个抗衰老是非常有关系的。那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就想要多问一下，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西方医学在讲说，男性的这个性功能不好啊，其实跟睾固酮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是不是睾固酮越多是越好了，就可以维持这个男性的魅力，这样对不对？是，其实就中医来讲过犹不及啊。那比较年纪大的时候，睾固酮变少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补充一些有相关的食物，像是一些带壳海产啊、鹅啊、蛤蟆之类的啦，过多当然新闻会很旺盛是没错，但是它可能会烦躁、易怒，会容易有攻击性。那大家比较不喜欢看到的，可能会容易秃头，是这样子的。不足的话，我们还建议他多去运动，也可以有效提升睾固酮这样子。您这边的建议会是做哪一方面的运动是比较好的呢？先说我们那个性功能最主要是看我们的一些性器官的一些反应嘛那当然如果性功能要好的话，你性器官那边的充血一定要足够。对，那性器官在哪里？在我们的骨盆里面，所以您骨盆充血一定要好。那简单来说，只要跟脚有关的，能够动到我们的大腿的这些运动都好。那就中医师的观点来讲的话，有很多运动，比如说像是跟练气功有关系的，太极拳啊，或者是八段锦啊，五行之系啊，这些本来就对补肾气有帮助的运动都有帮助。是，那我们先前有介绍过的那个多马步，因为它会动到我们的髋关节，也会锻炼到我们的身体的大腿的肌肉，所以它对那个性功能的帮助也蛮有的。听说打高尔夫球也是可以壮阳的，对不对？是哦，打高尔夫球是有帮助。为什么？姿势的问题吗？对，没错，因为打高尔夫球它在挥杆的时候会用到腰，而且脚也要处理，所以用到腰，脚有处理，对于那个壮阳就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你要对性功能真的有帮助的话，目前最有实证的话是重量训练。重量训练是为什么重量训练会对那个性功能有帮助？因为它锻炼的是我们的肌肉。对，是那我们全身上下最大的肌肉就在我们的大腿上，那个股四头肌啊，所以只要能够动到那个肌肉，把它练得强壮一些，对性功能都有帮助。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睾固酮嘛？对，是要增加睾固酮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你的肌肉量变大。是，所以为什么刚刚说高尔夫球有帮助，是因为它有动到那边的肌肉的关系。
那这样讲起来蛮牵强的，像例如说打棒球，它也有旋转的动作啊，它也会用到脚啊，所以其实打棒球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们看棒球选手都那么强，是吧？所以其实真的重点就是怎么样把肌肉练好，然后就是刚刚医生提到的，就是因为最大的块的肌肉是在脚的肌肉，所以这些运动都会是有帮助的，就对了。是。医生有没有一些好的，像例如说吃什么东西，其实也是可以帮助延缓衰老的？有的。就目前的主流的那个说法来看的话，当然我们身体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嘛，我们当然会建议多吃一些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肉类，奶类，豆类，或者是鱼啦。有关肉类的话，目前比较推荐的还是白肉比较好啦。白肉，是因为红肉可能使用过多会容易有一些致癌的倾向啊。如果有人吃素的话，如果说有奶蛋的话，可以多吃奶跟蛋。那如果说是全素的话，可能豆类就要再多吃一些了。那医生，你建不建议就是像一般就是我们多补充一些保健品，像锌啊或硒啊这样子的东西，还是说其实透过刚刚提到的这些饮食，其实就已经可以补充得到了？一般就我们正常的生活来讲的话，如果说您的体质没有很差，没有很虚的话，我觉得正常饮食自然饮食就可以了啦。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有一些很虚弱的状况，或者是去检查发现你有缺锌啊、缺硒的状况的话，倒是可以补充一些合成的啦，一些外来的这样子。医生，你还没有跟我们介绍，所以说有哪些穴道其实也是有帮助的？是，其实蛮多穴道都有帮助的哦。我们举几个最重要的好了哈，跟肾气补充有帮助的穴位哈，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像是关元，在肚脐下3寸这个地方。我们的找法是用4根手指头是3寸，然后从肚脐往下量。然后再我们介绍另外一个穴位叫做肾腧穴哈。肾腧穴在哪里呢？在第2节腰椎的旁开1寸半的地方。是。所以它是两边。两边，左右边各一个。我们既然不大好找的话，我们就用手叉腰，手指头往后，然后按摩后面的腰的肌肉就好。那我们再介绍2个穴位，就是一个补气的，在脚上的足三里穴，在膝盖下面3寸的地方，就是我们一样是四指符嘛，放在膝盖的肩窝，然后往下面找3寸，然后从骨头往外面找1寸的地方，您摸会有肌肉突出的地方，稍微压一下会有凹陷，那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是，然后三阴交我们也介绍一下，那是补血的部分。但气血两补的话，会对那个心轮会有帮助哈。脚踝、脚内踝一样往上3寸，是，然后找到骨头后面的这个穴位，那个就是三阴交。所以医生来问一下，你自己本身就是帮自己就是维持这个抗衰老或者是提升男性力，你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呢？你说我自己吗？对，是，就是刚刚提到的自然饮食一定是要的嘛，那我个人大概练太极拳、五行之气这些，大概也练了快30年了。30年是将近然后还没啦。所以真的就是在练这些方面，真的对你来讲，就是延缓衰老这个部分会比同年龄来的好吗？看起来我是比同年龄的我的同学年轻很多啦，因为我刚刚还在滑手机啊，滑到我的同学看到头发都白了，那个脸都皱了这样子。是。那还有其他的吗？有，就是有一些该注意的东西，像是禁忌好了啦，好，我们中医喜欢讲少吃冰的。对，因为冰的会让我们的循环代谢稍微变差，然后还需要多消耗我们的一些热量来处理这个被降低的温度。对，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天气热吃一点是无所谓啦，我们还是要快乐过生活。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比较不建议吃糖，尤其是精致的糖，精致过后的糖容易让我们的身体体质会产生一些慢性发炎的状况。是，就会中医就会看到有一些痰湿啊，有一些代谢比较不良的状况出现。也有一些研究证实说，我们摄取过多的糖增加老化的速度这样子。是。那还有其他的吗？有，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快乐啊、愉快的心情啊。是，然后尽量不要让自己压力过大。然后我要维持你正常的作息。医生，你在排解压力的方法会是什么？刚刚提到的那个练拳啊、太极拳、五行之气那些的啦，那练那个也会有助于舒缓我们的压力。原因何在？我们本来的运动让我们的循环能够改善，它就有促进气血的循环，就有减轻压力的作用。但是刚刚提到的那些
5型刺激导引啊，或者是8段引之类的啦，它还要配合呼吸。对，配合呼吸本来也有减轻压力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呼吸能够让我们的那个自律神经会比较平稳，就比较不会容易有烦躁啦、生气啊、焦虑的这些影响。听起来真的是很简单，但是蛮重要的。是。那医生最后你有没有针对我们，例如说40几岁、50几岁或60几岁的男性朋友，有没有什么比较重点上面的养生建议呢？有的。在中医的说法我们会把人的年纪分作青年、中年跟老年。那中年的话我们比较着重在疏肝解郁的部分。疏肝解郁是，所以我们讲说中年补肝。那原因何在？因为我们中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工作，开始有家庭，开始有小孩，压力大增。这个压力大增出来以后我们刚刚提到的气血不顺啊，缺乏运动啊，久坐啊，生活作息失常，这些都会出现。对，是，所以我们要考虑从这个时候来疏解他的压力，心情好以后就比较不会容易衰老。所以就是可以从中药上面去调节他的气血。是，然后还有个老年，怎么样算老年？在中医，中医来说过了更年期，比如说女性50岁以后了男性60岁以后开始步入中老年。老年我们着重在补脾，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除了肾气虚衰以外，我们的脾胃也会逐渐的虚损。那脾胃虚损以后您的饭就比较不想吃，对，吃不下，或者是没有胃口。那您吃的比中年吃的少，那您当然会衰老比较快。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补脾胃了。但是不管是青年、中年或老年，你有看到有肾气虚衰的状况之下，我们也要补，对，也要考虑先调补肾气这样子。好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您。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我在阅读台湾中医师温平荣的书里面所看到的。中医师对于不良习惯伤害性能力的解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整理出来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抖脚。抖脚呢，它代表的是肾精过度消耗，练不住虚火，不但呢人会觉得烦躁易怒，而且做事用感情而不理智，即使暂时成功了也不会持久。所以呢，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难抖穷，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关联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超过11点做叫做不要脸，超过1点还做叫做不要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熬夜其实也是在熬血、熬肾水。11点到1点呢，其实是肝胆经循行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做激烈的运动的话，肝主筋，男性的生殖器其实是最大的筋，橡皮筋如果一直的拉扯，就会弹性疲乏，当然就会硬不起来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子时一阳生，就是当子时的时候，阳气刚刚要升起，你就把它耗尽了，久而久之就会容易短命。再来呢，有一个叫做王，这个字怎么写啊？上面一个王，下面一个女，它的意思就是男子纵欲过度就会死在女人手里。再来，开壮阳药，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嘛，我们市面上都买得到威尔刚啊。但是你知道《金瓶梅》里面的西门庆是怎么死的吗？因为吃壮阳药助兴呢，它不但会让肾精耗损过度，当肾精不足的时候，又用药去强迫把元阳之气提上来，它的底盘的元气呢就会空虚，就有如根垮掉了一样，它就会暴毙。所以这个壮阳药呢，看起来是要慎吃了。那再来一个就是24岁前如果有性行为的话呢，会有什么样子的伤害呢？中医说男女的天癸这种物质，其实就是开始男女有了生育的能力。那男性的话大概是从16岁到24岁，但是这个时候的天癸物质呢，它主要是用来稳定你的骨架结构，来促进你的生长发育，例如说填你的骨髓啊，强健你的体魄啊，增加你的脑力跟智力，以及养精蓄锐用的。如果这些东西都还没有成熟就纵欲第一次的性行为，越早就越容易老。再来，戒酒助兴，
哇，这个真的是更频繁了，大家都会说先喝一杯再说。但是其实呢，酒会麻痹生殖器，让它持久就会不敏感。而且酒呢，它会耗尽我们身体的体液，让气血分布在表层。这个时候呢，血海空虚，那酒伤肝又伤肾，所以呢，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所以我觉得呢，这些知识呢，真的是中医的智慧。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很有意思的话呢，记得别忘了分享给你的男性朋友还有儿子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